我叫苏雪妍，上一份工作被死对头搅黄后，我又重新找到了现在的这份工作。结果刚入职1个星期，我发现死对头也进了我同一家公司。这是我们新来的同事陆许安，掌声欢迎！哇，太帅了吧！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。陆许安一下子就在人群中看到了震惊的我，指着我并主动跟经理说我要坐他对面。我的天塌了，我的好日子到头了！这几天我一直在刻意避开他，没想到他跟瘟神一样，阴魂不散的。苏雪妍，你也太好脾气了吧！新来的那个陆许安，天天冷着一张脸，跟谁欠他几百万似的，看着就吓人。刚才我递文件给他，他都没抬头看我一眼。陆许安，陆氏集团的总裁，放着好好的总裁不当，装成普通职员来我们公司卧底，还偷偷搞黄我上一份工作。现世报来的真快，既然送上门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，让你也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。又想暗中给我使绊子，破坏我的工作，这次没那么容易。我手里握着你卧底使坏的铁证，现在就去高层办公室揭穿你，送你身败名裂。苏雪妍，站住！陆先生，麻烦让一让。什么事这么着急？陆先生说笑了，只是普通的工作文件罢了，与你无关。哦，既然是普通的工作文件，那你慌什么？拿出来我看看。你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甩都甩不掉？搅黄了我上一份工作还不够，现在还想故技重施吗？瞧你说的，什么叫搅黄？我那是为你好，留在我能看到的地方，不好吗？为我好，陆许安，你的好意我承受不起，麻烦你离我远点。这是谁的身体？小姐，您终于醒了，您都昏迷了1天了。你叫我什么？小姐？小姐，您是永宁侯府的嫡女苏月容啊，您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？是不是被太傅家的燕灵川公子气傻了？都怪太傅家的燕灵川公子，今日在城门口，他当众退了您的婚，还极尽言语羞辱，说您配不上他太傅之子的身份。现在全京城的人都在看咱们侯府的笑话呢，您一时想不开就晕过去了。燕灵川退婚，我传承了刚被退婚的侯府千金。我穿越了，那苏雪妍呢？她是不是也？丁，初始任务，找到同样穿越的苏雪妍，即可换回身体。提示：关键词退婚。苏雪妍，她也穿越了，她到底穿成了谁？这不是我的身体。公子，您可算醒了。您刚才退婚回来就说头晕，躺了一会儿，陛下赐婚的圣旨就到了。您要娶长公主殿下了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公子，娶公主，我是谁？您是太傅嫡子燕灵川啊！您今日刚在城门口当众退了永宁侯府苏小姐的婚，立刻下旨赐婚，让您迎娶长公主殿下，这可是无上的荣耀啊！穿成了燕灵川，那个退婚侯府千金，转头就娶公主的渣男。陆许安，你个混蛋，跟你滚个楼梯都能穿越，还让我穿成这么一个渣男！这要是让别人知道，我颜面尽失不说，还得应付那个骄纵的长公主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检测到穿越者苏雪妍，绑定互换系统。初始任务，找到同穿越的陆许安，即可换回身体。关键词退婚。陆许安也穿越了，哼，好极了，新仇旧恨，正好一起算。哼，系统，苏雪妍穿成谁了？你给我提示一下，别装死。无可奉告，自己找。提示已给出，请勿浪费系统资源。退婚，叶灵川退了苏月容的婚，我现在是苏月容，那苏雪妍，如果苏雪妍也穿越了，最有可能传承的人就是燕灵川。苏雪妍传承了燕灵川，那个退了我婚的男人。退婚是关键线索，既然我传承了燕灵川，而燕灵川退了苏月容的婚，那么陆许安那个腹海鬼最有可能传承的人就是被我退婚的苏月容。那个娇弱呆板的侯府千金陆许安。
我得主动去找他，好好戏耍一番，让他也尝尝被人拿捏的滋味。必须找到他，换回身体。我陆许安叱咤商界的总裁，居然要坐在这里，穿着一身粉色罗裙，扮演娇弱千金的那个穿成燕灵川的死对头苏雪岩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哼！苏雪岩，陆许安，苏雪岩。真的是你，果然是你，陆总，还别说，小千金的模样挺适合你的。苏雪岩，你别得寸进尺。瞧您现在这娇俏模样，真是我见犹怜啊！哦，你闭嘴！可有吩咐？无碍。你应该穿成猪才对，穿成人参真是便宜你。星成功找到对方，满足互换条件，终于能摆脱这臭男人身体了，终于可以摆脱这娇弱的身躯了。请双方牵手，触发互换机制。牵手！还想不想回去了？磨磨蹭蹭的，矫情什么？怎么还没回到现在？丁，身体互换完成，性别归位成功，回归现代条件未满足，请继续留在古代，完成后续权谋任务，方可解锁回归通道，请勿摆烂。什么？未满足任务？什么狗屁任务？合着我们白换了？未满足？系统，你玩我们呢？逆子！当众退了永宁侯府的婚就算了，如今陛下赐婚长公主，这是天大的恩典，你还敢拒绝？我不娶。你说什么？抗旨是死罪！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胡话？长公主是陛下最受宠的公主，娶了她，太傅府才能更上一层楼，你胆敢拒绝？陆公子，公主殿下命我来问您，婚期定在下月初3，您可备好聘书了？公主殿下说了，若是您敢拖延，她便亲自来太傅府问罪。告诉长公主，这婚我不娶，让她另寻良缘，不要再纠缠我。你敢抗旨？燕公子，你可知抗旨的后果？燕灵川要娶长公主，而我苏月容被他退婚，丢尽了侯府的脸面。现在侯府上下都对我指指点点。系统，你说完成任务才能回去，到底是什么任务？该不会让我去抢亲，阻止燕灵川和长公主成婚吧？那也太离谱了！听说了吗？苏小姐被太傅府的燕公子当众退婚，现在全京城的人都在看侯府的笑话，可不是嘛？一个被退婚的女子，就算是侯府嫡女，也没什么脸面了。以后啊，怕是没人敢娶她了。侯府这次可是丢尽了颜面，以后在京城怕是抬不起头来了。侯府如今在整个京城颜面尽失，蓉儿以后要是嫁不出去，可怎么办呢？各位婶婶好悠闲，不去打理侯府的商铺和田墅，反而在这里嚼舌根议论我侯府的事。既这么能说，不如我们聊聊各家商铺亏空的事。你被退婚的事，整个京城都知道，难不成是受不了这打击，变了这副刻薄性情，居然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打蛇要打7寸。张婶婶，你家布庄上月亏了300两，月末预计拿什么交账？还有你苏婶婶，你家田庄的田地闹灾，颗粒无收，你不仅不着急，还有这闲工夫在这起哄，难不成是想赖掉欠侯府的钱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不仅知道，还能帮你们解决这些难题，让你们继续承租商铺和田庄。但以后若再敢背后嚼舌根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不愧是我的好女儿，区区古代后宅的权谋算计，还不是手拿把掐？收拾你们这些长舌妇，更是易如反掌。你怎么来了？胆敢翻墙闯入侯府？胆敢！你倒适应的真快，还想不想回去了？侯府，看看系统说的究竟是什么任务？现在形势模糊，我们若是再找不到任务线索，恐怕都要困死在古代了。
若是被人瞧见了，指不定怎么编排我。你长话短说。公主逼婚，我若是抗旨，太傅府就会被牵连。看这雄势，我们只能联手，只有联手才能完成任务，找到回归现代的方法。抗旨？你娶了公主不就得了，还联手？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万一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坑我一把，我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我只是想合作，尽快完成任务回家。既然行事不明，你为何如此抗拒娶公主？说不定娶了公主就能立马回去呢。你这穿来就是驸马爷，你小子算是享福了。这是楚公子之意，还是你陆总在搞事儿？好了好了，合作可以，但我有条件。条件？你说，只要我能做的都可以。条件只有一个，所有行动都得听我的。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不许反驳，擅自行动。好大的口气，苏雪岩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不答应，那算了，你自己留下来娶公主，困在这古代一辈子，我可不管你。我同意还不成吗？真是服了你了，听你的，都听你的，行了吧？算你识相。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公主的婚事，我总觉得长公主这么急切的要与我成婚，背后一定有什么原因。我们得先从公主下手，查清楚她为什么这么着急。丁，新任务开启，破解联姻真相，站稳朝堂脚跟。警告：皇权凶险，朝堂纷争不断，好自为之。切记，二人任何一方死在古代，另一个人都无法回去，互保周全。公主殿下，燕公子一定会来的。那是自然，本公主乃是陛下的宠女，貌美如花。燕灵川那个顽徒才子能娶到本公主，是他的福气。他敢不来见我？见过公主殿下。燕灵川，你可算来了。本公主想下月就成婚，你觉得如何？公主殿下，婚姻大事不可草率，更何况我近日身体不适，恐难配得上公主殿下的良辰吉日，不如再缓一缓。身体不适，燕灵川，你是不是故意推脱？你是不是还在想着那个被你退婚的苏月容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能娶我。公主殿下多虑了，我与苏月容早已恩断义绝，怎么可能还想着她？只是我近日确实身体不适，若是强行成婚，恐会委屈了公主殿下，不如等我身体好转，再与公主殿下商议婚期。姑且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你若是拖延，休怪本公主告诉陛下，让陛下治你的罪。臣遵旨。我同楚公子你两情相悦，你为何要负心于我？不过逢场作戏，你何必认真？纸条。少爷，不好了，侯府苏小姐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不好了，我爹带人来太傅府讨说法了，说是要找你算账，这下麻烦了，拦都拦不住。我抄小路过来，提前跟你通个印儿。你爹怎么这么冲动？这要是闹起来，太傅府和侯府彻底结仇，我们以后在古代就更难立足了，还怎么完成任务回家？古代立足，完成任务，就是和气生财，以和为贵的意思。哦，对对对，说的太对了。你们先到员外等候，没有传唤不必进来。你预计他还有多久到？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解决，不然这开局就得双双嘎在这儿。太傅可在府上，在正厅与人谈事。1刻钟的时间，你去拖住你爹，我去门口拦截我爹，只要他们不碰面，问题不大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不过这只是开始，以后我们肯定还会遇到更多麻烦。若想要回去，你最好抛开个人恩怨，我们先好好活下去。个人恩怨？你穿过来古代脑子留现代了？是谁一肚子坏水净找我麻烦？我能在这还不是拜你所赐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也太……言归正传，若都信不过对方，那就约法3章。哪3章？第一，统一战线，互相兜底。第二，共享线索，关于系统任务的一切信息都不能隐瞒。第三，我暂时还没想到，等想到了再说。我想到了。第3，即便任务需要，双方不得以婚嫁他人手段跑剧情，我俩得锁死。小姐怎会在此？小姐，你蓉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爹，燕世子退婚，或许有他的难处，我们先别冲动，免得落人口实。月容，你以前性子柔弱，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懂事了？女儿知道您是为了我好，咽不下这口气。就算您今日贸然闯进太傅府中讨到了说法，会觉得我们侯府除了这世子就找不到好人家了，别叫人看清了才是。爹爹您放心，世子退婚一事到底轻薄了我们侯府，这事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，我们应从长计议才是，莫再叫他人拿捏了画饼才是。爹爹，我们回家吧。爹子马上就要跟公主成婚了，眼下又跟侯府牵扯上了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？您都看到了。他既然看到了侯爷，为何躲着不露面？上朝？虽说我在现代也是数1数2的商界精英，可那些商战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，这下真要跟老祖宗 battle 了，真怕一言不合就掉脑袋。我要是死了，雪岩就要一辈子留在古代守寡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得支棱起来。爹爹，这个朝我非上不可吗？我真是对你太放纵了。也好。
简直不可理喻！待会上朝，你若是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就闭嘴。好的，爹爹。自古朽木雕不成良医。哼！江南水患严重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各位大臣可有什么对策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这位大臣为何看着面生？回禀皇上，此乃太傅之子燕灵川。哦，皇上，昨日公主入府要见犬子，为不劳烦公主舟车劳顿，遂带犬子进宫与公主相见。哦，既是如此，不妨让朕看看世子的实力。实力？我违你500得了。陛下，江南水患，宜疏不宜堵，臣以为可派人前往江南，组织百姓疏通河道，同时发放赈灾粮，安抚百姓。世子，这疏通河道功德量巨大，耗费财力物力，且时间紧迫，恐怕难以完成。万一水患加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陛下，臣有一计，可解江南水患之困。这纨绔儿子喝的酒樽都比书多，他能说出个什么所以然？可别惹怒了圣上牵连九族。老燕啊，你这会儿脖子是不是发凉？哦，燕世子有什么妙计？不妨说来听听。微臣以为此大人所言极是，宜疏不宜堵，但可优化之。其一，疏通河道时，可采用以工代赈之法，让流离失所的参与疏通河道给予粮食报酬，既解决了劳动力问题，也安抚了百姓。其二，挑选懂水利的官员前往江南，亲自指挥，确保河道疏通到位。其三，提前储备赈灾粮，分批次发放，避免粮食短缺。好一个以工代赈！燕世子此计甚妙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燕丞相，此事就交由你和燕世子负责。臣遵旨。灵川，你今天在朝堂上表现得很好，没想到你竟然有如此见识，爹以前错怪你了。还得亏了雪颜，我跟着他看了些古装剧，要不真得脑袋翻街。我得赶紧告诉他这一好消息。燕灵川这纨绔还有2副面孔呢。本以为穿成侯府千金就养尊处优了，谁曾想不过是换了一身古代马甲的牛马。若是不管吧，侯府垮了与我是雪上加霜；管了吧，又感觉自己在打工。搭子都在朝中给人做狗了，他在府中打理生意倒是比他好多了。月容，你也看到了，咱们侯府投资商铺、车和田庄，近几年亏空严重，已经快撑不下去了。要是再找不到办法，侯府恐怕就要败落了。爹，您别着急，我看了这些账目，发现问题在商铺定价混乱，货物积压严重，田庄租出去的租金太低，而且还有人从中克扣，导致侯府营收越来越少。你怎么懂这些？你以前从来不管这些事的。爹，我最近看了一些商业方面的书籍，偶然看到的，没想到竟然能用上。您放心，交给我，我一定能盘活侯府的商铺和田庄，解决亏空问题。爹相信你，侯府的田庄就全部交给你打理了。需要什么人手，你尽管开口。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掌柜的，我看咱们铺子里的绸缎款式老旧，定价也不合理，难怪没人来买。从今天起，咱们铺子里的绸缎按质量分级定价，款式老旧的打折促销，同时推出定制服务，根据客人的喜好定制专属绸缎。小姐，这样行吗？打折促销会亏本的，而且定制服务咱们以前从来没做过。放心，不会亏本的。款式老旧的绸缎积压在手里，1分钱都赚不到。打折促销既能回笼资金，也能吸引客人。定制服务定价可以高一些，针对的是京城的贵女，她们不差钱，就喜欢独一无二的东西。老板，给我做2身衣裳。哟，这不是单治水的大聪明世子吗？世子？那个负心男？你真是在哪儿都臭名昭著啊！你长得漂亮，你说的对。掌柜的，下次再碰到负心汉，记得给他轰出去。我们不给负心汉做衣裳。哎，好嘞。只有我受伤的世界达成了。你别生气呀，你忘了我俩的人设吗？一个退婚，一个被退婚，做戏要做足。就怕有人谋己之私。说正经的，有什么线索没？你可知萧玉这号人？
的人来查我了。你们怎么一个个愁眉苦脸的？小姐，我们租了侯府苏金娘的田，她租金实在太高，今年收成不好，根本交不起租金。而且田庄的管事还经常克扣我们的粮食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倒是像那日府中说风凉话的贵妇们能干出来的事。从本月起，侯府田庄的租金减半，收成不好的年份可以延期1月交租。只要大家好好种田，侯府一定不会亏待大家。谢谢苏小姐。大家快起来，你们好好种田，以后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月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咱们侯府的商铺这几天营收翻了1倍，田庄的店户们也都积极种田，亏空问题终于有转机了。爹，这只是开始，以后我会继续优化管理，让侯府的营收越来越多。老爷小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苏金娘带着一家老小不顾阻拦冲进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好你个苏月容，租金减半，你这是要把我们一家老小给逼死吗？租金减半？你既来了，也省得我跑一趟。之前几月你满额收的，正好给我吐出来。什么？侯府苏家逼死人了，这还不让人活了？省着劲儿吧，待会儿才要你哭的。把田庄管事带进。苏小姐，这都是苏长师吩咐小的做的。好你个白眼狼，你胡说什么？不仅高于市场价的租金都落长是私人的口袋，多余克扣的粮食也都一并拿了去。既是投资，自有盈亏。我本不想插手你们实际盈户，奈何你们心术不正，我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也不为难你。今日起对账平账之后，你们若还不老实，侯府就全收回，自己打理。月容啊，看在我是你娘娘远亲，干了蠢事儿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时辰不早了，金娘你们先回。月容啊，这几日你为了府中置业奔波劳累，也早些歇着吧。金娘倒是提醒了我，这到府中几日了？再看这苏毅这讳莫如神的模样，若是直接问，定是随便敷衍了事，这其中一定有猫腻。春桃，怎未见我娘？你快说。小姐，小的不过1月前入的侯府，我也未曾见过夫人，真是过于蹊跷。新任务开启，破解侯府秘辛。你怎么才出来？你怎么才发现？温馨提醒：莫要贪图侯府荣华与美色，尽快查案才是。贪图荣华与美色？我是那么贪财好色的人吗？耶，这个字画看起来很值钱，拿着。哇哦，这个瓷器看起来就值一个小目标，拿完这个拿那个。天哪，随便抠下1样，我可以回到现代躺平了。哎，这总不能白来吧？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家被偷了，可又没有任何证据。这些下人怎么看起来也这么诡异？都当皇帝了，还要侯府出钱？耶，看来这2家渊源颇深啊。系统能选太傅跟侯府也是情理之中。如今这几日锦衣玉食，倒也适应得很。要是当初系统派来跟他一同穿越的是张凌赫就好了，得赶紧跟他同步线索才是。小姐，丞相府派人送来请柬，请您明日去参加赏花宴。丞相府的小姐，听闻长公主殿下也会出席这次赏花宴。我就知道好妹妹一定会赴约的。此话怎讲？有吃有喝还能赏花，谁能拒绝？姐姐之前还多虑了，以为妹妹被燕世子那样当众退壶，必定伤心郁结，闭门不出。今日一见，妹妹非但不见憔悴，反倒愈发光彩夺目，明艳动人。那燕世子迟早要悔清肠子。听闻长公主萧凌今日也会来。容貌身段，叫我倒还差了几分，也难怪燕世子会当众退你的婚。你鬼鬼祟祟特意把我拉到这儿，就为了说这些？也不全是。那你闲的？大胆贵女，见了公主圣驾不跪不行礼，竟敢出言顶撞，无视公主尊威，当真就无法无天了吗？我若当众行礼跪拜，岂不是暴露了公主的私事？至于退婚，是燕凌川弃我，不是我求他，我不丢人，更不低人一等。公主若只想找个人逞威风，抱歉，我没空奉陪。苏月容竟然敢跟公主这么说话，她退婚后怎如同变了个人般？莫不是受了打击疯了？以前柔柔弱弱，现在倒有点厉害。苏月容，你别得意，我今日来找你是为了燕凌川。哦，原来公主是为了你的准驸马来的。你闭嘴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还在纠缠燕凌川？纠缠一个退我婚的人，我留着过年吗？公主尽管放心，我不要的东西你尽管拿。你大胆苏月容敢出言顶撞公主，退下。一个侯府千金，倒有几分风骨。殿下夸奖，我只是不喜欢被人无故拿捏。我今日找你确实有事。燕凌川那个人看着纨绔，心思重得很。
我接近他多次，他全部接招。机会，殿下贵为公主，想嫁何人，难不成他做不到？你不懂，圣上赐婚是一回事，他肯不肯真心待我是另一回事。太傅一脉势力关键，我必须嫁进太傅府。苏月容，我观你今日谈吐气度最懂癖，绝非寻常闺阁女子。我想拉拢你，赠之浩王，事成之后，我都能在我力所能及范围内帮衬你们侯府。公主主动拉拢，绝佳皇室情报口，但她要嫁燕灵川绝对不行，毕竟她和燕灵川约法3章在先，不能用婚嫁绑定，不能逼对方撂条子。一旦真把公主送进太傅府，他俩任务直接崩盘。殿下，这件事我不能帮。为何？你还在恨他退你的婚？我与燕灵春已是过去，我不恨，也不想再牵扯。更何况燕灵春那人吃软不吃硬，逼急了他能当众掀桌，谁的面子都不给。殿下若用强，只会适得其反，甚至让他彻底抵触婚事，到时候更难收场。好，我不逼你，但你我之间不必敌对。日后在京中有事，你可来找我。谢殿下体谅。你们听说没？公主今天拼命拉拢苏月容，就是为了燕少子。什么为了燕少子？我看是病急乱投医。你们小声点，公主那点事儿，谁敢明说？她早就看上经营一个氏族，还闹到御前要跟人成亲，皇上气得不行，坚决驳回。真的假的？公主看上一个氏族？可不是，她没法嫁给那氏族，就转头打燕世子的主意。她哪里是想嫁世子？她是想借太傅府的门路，给那氏族安个正经官职，给个名分罢了。毕竟皇上想拉拢太傅，她又可以借太傅府暗度陈仓。嘘，小声点，被听见都要掉脑袋。原来如此，公主不是痴情，是拿婚事当幌子，要给心上人铺路。这下燕灵川的婚约危机、皇室密行，甚至王爷党动向，全串起来了。萧凌想拉拢我，我可以利用，但让她嫁燕灵川绝无可能。我不仅不能帮，还要悄悄拆局，既保住燕灵川这个搭子不撂挑子，又能借着公主挖更深的皇室秘密。无涯，自己人。我今天在丞相府挖到公主的底了。巧了，我也查到了不少线索。你先说。萧凌接近你，根本不是想当世子妃，他早有心上人，是经营一名氏族。他求赐婚被皇上驳回，现在想借太傅府的权势，给那个氏族安插官职，洗白身份。继续。他今天拉拢我，让我帮他攻略你，我拒绝了。一旦他嫁进来，你会被婚事捆死，任务必崩。主要是怕你半路跑路。和我查到的对上。我这几天调了经营暗档，那个氏族不是普通兵卒，是萧绝安插的底层眼线。萧绝，公主看上的人本名郭月，真实身份是萧绝3年前埋进禁军的暗棋。公主闹着要嫁他，皇上拒绝，萧绝暗中推波助澜，就是想借公主之手把人送进太傅府势力圈。所以公主是被利用了，她以为是追求真爱，其实是在帮萧绝往你身边塞人。不止，萧绝的真正目的，其一，用婚事绑住你，让太傅府投鼠忌器；其二，把眼线安在公主身边，随时监控你与侯府；其三，一旦成婚，他能借驸马亲信之名，把人安装禁军后。我只以为是普通赐婚，原来背后是萧绝的局。该你了，侯府那边你查到什么？随后我四处查了老仆，翻了各种旧档，从各种线索中拼凑出，我母亲当年是先皇贴身医官，我父亲苏毅是先皇暗卫统领。先皇暗卫？对，当年先皇出行遇刺，我母亲把一份东西交给我父亲，随后病逝。我猜测不一定对，实际应是在何处隐姓埋名，或是被人软禁。燕灵川，你父亲太傅燕清孝当年是唯一陪同先皇的文臣。既然如此，那退婚一事，我们之前的推理全对，退婚不是偶然，是保护。你父亲和我父亲故意让你退婚，把我从太傅府摘出去，不让我们被卷进皇权斗争。串起来了，系统任务穿越遗诏，侯府、太傅府、萧绝，全部指向先皇遇刺加遗诏被篡改。燕灵川那个人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，我主动示好多次，他连半点面子都不给我。殿下是金枝玉叶，身份尊贵，不必为了任何人放低身段，平白折了自己的威仪。可我一定要嫁入太傅府，一定要嫁给燕灵川，这件事没有退路。殿下越是急切，他越是防备，不如殿下先冷他一段时日，不再动登门，不再刻意示好，保持距离，冷着他。是，你退一步，他反而会放下戒心，事情才有转圜的余地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或许真的是我之前太急。臣女近日偶尔听闻，近来常与经营的一个氏族是见面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臣女无意打探殿下隐私，更没有恶意，只是经营局势复杂，最近朝堂暗流涌动，臣女只是担心殿下被人利用，惹祸上身。殿下都说的是知道什么？本宫已经营那个氏族的事，你怎么会知晓？此事本宫做的极为隐秘，连父皇都只是隐约察觉。殿下，臣女不管您与他是何情谊，臣女只劝殿下一句：婚事是终身大事，公主婚事更是朝堂大事，千万别让自己的一片真心变成别人手里伤人的。够了，苏月容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拐弯抹角试探本宫，你究竟有何目的？臣女没有目的，臣女只是不想殿下被人当枪使。王爷驾到，苏月容，萧大人求见。今日的话就当从未发生过。萧绝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我和公主谈及经营氏族时出现，
是巧合，还是一直在监视公主，甚至监视我？昭爵驾到！臣弟见过公主殿下，不知殿下在此赏花，是否扰了殿下的雅兴？皇叔不必多礼。这位就是侯府那被世子当众退婚的苏小姐。臣女见过王爷，臣女惶恐，些许家事不劳王爷挂车。惶恐？本王看苏小姐倒是半点不慌，不仅不慌，还愈发大胆了起来。听闻侯府可是被你好生整顿了一番。以前是臣女不懂事，如今经历世事，自然要学着沉稳，为侯府分忧。哼，好一个为侯府分忧！本王听说，苏小姐今日在查当年先皇出行遇刺旧案一事。王爷说笑了，先皇旧案乃是朝堂忌讳，臣女怎敢触碰？哦，只是旧信。可本王怎么听说苏小姐在找一块玉佩？不过是臣女娘亲寻常闺阁事务，王爷消息倒是灵通，连臣女的闺阁小事都一清二楚。本王也是关心侯府，毕竟苏侯爷当年是先皇最信任的进士，有些东西留着可是会引来杀身之祸的。王爷多虑了，臣女安分守己，不问朝堂，自然不会招惹祸端。好一句安分守己，管好自己的事，有些不该查的别查，不然……竟然还威胁上。臣弟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殿下与苏小姐慢聊。皇叔慢走。苏月容，你竟然在查先皇旧案，你知不知道那是死罪，连父皇都不敢轻易提。我知道。那你还敢查？皇叔他手段有多狠，你根本不清楚。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提醒你了吗？经营水深，你身边的人，你倾心相待的人，很可能就是萧绝放在你身边的刀。萧绝的网已经收过来了，我和燕灵川最多只有10天时间，必须在他动手前找到另一半玉佩，拿到完整遗诏。世子，这是近3年经营增补名单。这个人调去守皇陵。世子，他是公主殿下关照过的。我的大营只听禁军军令，不听公主私情，立即调走，不许留在京城。属下郭正参见公主殿下。年礼，听闻你即将调去守皇陵，你可知晓？回公主，想来是傅统领考验属下心性，属下甘愿前往，为大晋守好皇陵，不负殿下往日关照。考验心性？郭毅，你当本公主是傻子不成？燕世子得等精明，若非察觉你有意，怎会平白无故将你调离京城，贬去守皇陵？殿下，小的对您的心意。心意的心意，就是借着本公主的关照混进禁军，暗中为萧雨做事。你从未爱过我，所有的都是为了利用本公主，是不是？殿下，属下是真心爱慕您，属下从未做过对不起您、对不起大晋的事啊！殿下，求您帮属下说说情，让傅统领收回成命。属下想留在京城，留在您身边守护您。殿下救我！有人要杀我！住手！谁敢在本公主府放肆？奉萧王爷之命，清理叛徒郭业，惊扰公主殿下，还请恕罪。但任务在身，不敢耽搁。不可能，王爷不会杀我的！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事，他怎会杀我？殿下，对不起。从今往后，我萧凌倾尽公主府所有力量，与燕灵川、苏月容联手，共同对抗萧雨，揭穿他的阴谋，护大晋安宁，也为郭毅报仇。这萧雨真是丧心病狂，这么急着杀郭九，下一个又要杀谁？小路子，先皇替身太监3月前病逝，但有个徒弟，如今在御膳房当差，名叫小路子。御膳房，果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林太监是先皇贴身之人，必然知晓遗诏真相。萧绝当年肯定找过他，有可能已经遇害。而这小路子作为徒弟，大概率藏有线索。萧绝杀了郭安，公主恨他入骨，愿意尽全力帮我们查找证据，制衡萧绝。他刚传信说，萧绝近日频繁出入御膳房附近，恐怕也在找小路子。你们是谁？别过来！林公公已经被萧绝害死了。遗诏是不是被萧绝篡改了？当年先皇临终前写下遗诏，立太子萧绎为帝，让林公公保管。萧绝得知后，带人闯入寝宫，篡改遗诏，还逼林公公交出遗诏。林公公不肯，被萧绝派人杀害。临终前，他让我藏起来，还说燕太傅与苏侯爷会保护好遗诏线索，让我等合适的时机把真相说出来。怪不得侯府跟太傅府无论干什么，皇帝都支持。不过替他办事罢了。这是林公公当年偷偷写下亲补正直，上面有萧绝篡改遗诏的证据，你们一定要保管好。世子，
苏小姐，萧绝的人闯进来了！从密道走，一定要护住小路子。苏月容，交出小路子，饶你不死，否则休怪刀剑不长眼。萧绝派你们来的，他倒是心急。娘，那太医去太医。你居然会武功！刀伤倒是无碍，就怕是刀尖染毒中毒了。藏宝图，没错，萧巨贪财，在宫中出了名的。听闻他对藏宝感兴趣，月容，你看这能不能派上用场？真的有宝藏吗？假的，没有。萧绝贪财好利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，用假藏宝图设局，让他耗费大量财物质，同时策反他手下的将领李威。假藏宝图，你怎么确定萧绝会信？我在藏宝图上做了萧绝一直寻找的遗诏附属标记，他急于找到遗诏，必然会信以为真。至于他的亲信李威，据公主言，他出身寒门，萧绝一直不信任他，还克扣他的军饷。只要我们许他高官厚禄，他必然会倒戈。有道理，萧绝如今势力庞大，仅凭我们两家难以与之抗衡。策反亲信李威，既能削弱他的兵力，又能及时获取他的内部消息。我来安排人将假藏宝图泄露给萧绝，同时派人暗中接触李威，传递我们的条件。另外，我会在朝堂上故意提及江南宝藏，引萧绝上钩。这是我收集的萧绝贪腐、克扣军饷的初步证据。等策反李威后，让他补充更多证据，我们一起交给太子，让他成为我们的后盾。太子？没错，公主说必要时可以利用太子。这是太傅府的旧档，里面有当年先皇出行遇刺的详细记录，或许能帮你们找到更多遗诏线索。我一定会查清旧案，揭露萧绝的罪行，不辜负你与侯爷的期望。萧绝不仅有兵权，更在朝堂根基深厚，暗处还有不知多少眼线。查案时务必谨慎，若遇险境，保全自身为上。切不可因急于求成而落入圈套。核心随行人员名录：太傅燕清孝，女医萧婉熙与萧绝皇子过从甚密。弟弟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何事这般急切？为父要去一趟江南寻找遗物，跟涂抹了性命之人有关。爹爹早就知道这位神秘人，为何从前从未提及？当年事发后，先皇临终前嘱咐我隐瞒此人存在，说他身份特殊，牵扯甚广，若贸然公开，恐引发朝堂动荡。这封信里是我所知的全部关于神秘人的线索。我此去江南，一来寻找信物，二来避开萧绝眼线。昨夜你翻看旧档时，府中已有萧绝的人窥探，我远行能引开他们的注意力，让你安心查案。爹爹一人远行太过危险，应多安排些暗卫随行保护。不必，人多反而显眼。我带2名心腹暗卫即可。你留在京城，一是守好太傅府，二是与苏月容合力周旋萧余党羽。记住，若我半未回，便去苏侯爷府中取另一封密信，里面有应对之策。萧绝必然会因旧档之事试探你，切记沉住气，不可露破绽。令牌你收好，关键时刻可调动禁卫军，护好自己。官家，父亲此行会去江南何处？老爷只说先去苏州，后续行程会通过暗卫传信。他特意嘱咐世子不可轻易寻他，安心处理京中事务即可。父亲的远行看似仓促，却处处透着周密安排。他似乎早就料到旧案会被自己发现，也早就计划好要去江南。那位神秘人的身份，父亲究竟隐瞒了多少？据林太监提供的线索，遗诏藏在绝心之处。萧绝的王府名叫绝王府，而旧档中记载，萧绝王府有一间荒废密室，就连萧玉自己都不知，且从未有人进入。遗诏大概率就在那里。林太监当年曾说，遗诏需要双玉合一才能打开。世子与苏小姐手中的玉佩，正是打开密室的钥匙。除此之外，萧绝近日调动大量兵力守卫王府，显然是听到了什么风声。任务进度70%，最终任务查清遗诏真相，扶持明军，稳定朝局，即可解锁回归通道。萧绝已察觉危机，加快谋反计划，暗中调动兵力，准备发动攻变，请宿主尽快行动。危机！我们制定计划，3日后趁萧绝前往京营巡查，我带人牵制王府守卫，你带着玉佩潜入密室，寻找完整遗诏。好，
另外，李维已经倒戈，会在萧爵巡查时故意拖延时间，为我们争取机会。我熟悉萧爵王府的布局，可以为苏小姐引路。你往哪走开！世子，小姐被王爷抓了。查到了吗？他们是不是真如传闻所说，来自异世？回王爷，二人确实从异世而来，且执念于回归异世。二人性情也摸了个底。这苏小姐性子骄傲，最忌被人拿捏把柄。胭脂令嘴硬心软，既在意苏小姐，又极重颜面。不仅如此，二人好似并不对付，似有旧怨。好一个异世而来！既然他们有弱点，我便利用这弱点，让他们反目成仇。你根本就不是苏月容，别装了！我都查到了，你和燕灵川都是从异世穿来的，你们唯一的执念就是回归现代，不是吗？你以为燕灵川会来救你吗？他只是怕你连累他无法完成系统任务，无法回归而已。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。警告！萧爵知晓你们穿越秘密，正在刻意激将。燕灵川正在赶来的路上，萧爵已设下挑拨陷阱，宿主需谨慎应对，切勿中计。苏月玲呢？萧爵，你劫持我，无非是想要挟燕灵川，或是拿我当棋子，挑拨我与他的关系。你觉得我们会让你得逞？哼，苏月柔，你太天真了。没有我的帮助，你们根本无法开启回归通道。只要你归顺我，帮我除掉燕灵川，我就帮你独自开启通道，让你早日回到自己的世界。何必跟燕灵川这颗废气纠缠？你如果想救燕灵川，就按我说的做。燕灵川已经到了地牢又如何？他孤身一人如何逃得过我布下的天罗地网？你若配合我演这出戏，我便饶他不死。好，放开他！你先回吧。你说什么？苏月容，你当真投靠了他？为了回归现代，你竟然要拿小路子的性命做交易？你忘了我们的系统任务，忘了我们被捆绑在一起吗？你别听他胡说，这是萧哲的阴谋，他在挑拨我们。他查到了我们穿越的秘密，想利用这个弱点让我们反目。我没有投靠他，更没有要伤害小路子。世子，你可别被他骗了。他刚才还跟我说，只要我帮他回归，他就帮我除掉。你看，他心里根本没有你，只有他自己的回归。丁，萧爵挑拨生效，燕灵川情感值减10，信任值减15，对苏月容的怀疑加深，苏月容心动值减5，捆绑光纹开始暗淡，触发轻微痛感惩罚。够了，苏月容，若你真的没有二心，那你就站到我身侧来。苏月容，你真的变了。丁，燕灵川你脑子进水了，萧爵的话都信。苏月容要是真投靠他，你早就被暗算了。线索：萧爵故意泄露穿越秘密，信件是伪造的，尽快查清，否则嫌隙加深，捆绑惩罚会升级。你这个破系统，你跟苏月容一样不可信。这下我真没招了。为什么萧玉能知道我跟苏月容穿越来的秘密？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是你这个墙头草告诉他的，你是卧底。算了，跟你这种失恋中的人说不清楚。小姐，您早些休息。为何我跟燕灵川通感了？丁，萧挑拨奉效，燕灵和情感值凤10，对苏苑竹怀疑加15，捆绑光纹开始暗淡，触发轻微的痛感惩罚。捆绑光纹暗淡，启发轻微疼痛惩罚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自然是惩罚你们的东西。惩罚？萧玉确实难杀，我承认我小看他了，但你们两个更不听劝，你真不知假不知他的心意。什么心意？半道跑路的心意吗？当我没问，双方都怀疑对方要跑路，真是造孽啊！选了这么一对，哈活菩萨。小姐不好了，世子将佃户送来的物资给劫走了。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把话说清楚，你到底哪一边的？
副统领倒是清闲，不去查萧绝的阴谋，反倒盯着我不放。你这般费尽心机，难不成对我有意？胡言乱语！本上司只是奉命行事，扣押侯府物资。燕灵川，你扣我侯府物资，无非是怀疑我与萧绝勾结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若真通敌，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？狡辩！我不跟你废话，但这物不能拿，有本事从我尸体上跨过去。反正我们被绑在一起，我出事你也讨不到好。丁，苏月容触发拿捏技能，燕灵川情感值负5，捆绑羁绊加10。建议燕灵川别硬撑，你吵不过他。好你个苏月宁！丁，提供线索：萧绝伪造书信，目标是离间2人，破坏系统任务，宿主需尽快查清真相。求你们赶紧和好吧！苏小姐这是来认罪的，又想耍什么花招，连累我受惩罚？副统领，我没闲工夫跟你斗嘴，这是萧绝伪造证据的碎片，别被人当枪使，到时候连累我一起倒霉。谁知道这是不是你故意伪造的？想欲盖弥彰，说不定萧绝就是你勾结的，目的就是破坏系统任务。丁，检测到燕灵川被误导，情感值负10，对苏月容信任度下降，触发误会 buff， 捆绑痛感加剧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既然你不信，那我就自己去。若是我出了意外，你也得跟着受罚。哦，对了，之前你害我被开除的账，我还没跟你算呢。站住！你自己去那种危险的地方，简直是纯属添乱。到时候任务失败，我们都别想回去。哦，世子这是担心我，还是担心你自己受惩罚？刚才不还说我伪造证据勾结萧绝吗？还有现代的事，你敢说你没有愧？我只是不想你坏了我的事。你说萧绝的落剑在哪里？你不准去。想知道？可以，给我道歉，再说说前世你为什么要搅黄我的工作，害我被开除？这个时候翻旧账，真是一对活爹呀！反正你不准自己去。算了，还是我自己去。反正你我本就是死对头。我错怪你了，行了吧？以前的事我以后再跟你解释。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什么事儿？你能不能不要自己孤身赴险？就这。丁，友情提示：萧玉发动兵变进度90%，请2位宿主尽快阻止。你伤口流血了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你要是死在这儿了，我也回不去。你就不能盼我点好？算了，我自己能处理。行，那你自己处理。不过这几罐草药我不确定哪个是对的，有可能有剧毒。你要是用错了，轻则残废，重则丢命。我只是好心提醒你。你们俩能不能别嘴硬，好好相处？处理干净点。丁，萧绝的埋伏只是幌子，他真正的目标是皇宫遗诏，宿主需尽快找到遗诏。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防身短刀。副统领这么闲，不用去管禁军的事吗？丁，燕灵川心动值加20，卑微值拉满，苏月心心动值加15。系统能不能播报点正经线索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刚才白搅了。根据策反萧绝亲信李维传来的密报，萧绝计划3日后趁皇上前往皇陵祭祀，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宫变，叛军主力从朱雀大街攻入，直取皇宫正殿。我们的计划不变，我率禁军在朱雀大街布防，故意露出左翼破绽，引诱叛军深入包围圈。月容，你带小路子潜入萧绝王府，寻回完整遗诏。记住，务必在寅时前完成，不得恋战。萧绝王府密室守卫必然森严，我已让春桃准备了特制迷烟，届时会制造火情，引开守卫。但你这边要注意，李维的情报虽细，却总觉太过顺利，你需多留个心眼。太傅府暗卫已全部待命，我会在朝堂上牵制萧绝党羽，不让他们察觉变动。灵川，禁军布防务必隐秘，切不可让萧绝看出破绽。月容，你潜入王府时，我会派20名精锐暗卫在外接应。我会守住皇宫大门，同时安排宫娥在宫内传递消息。月容，你若在王府遇困，可点燃红色信号弹，我会调派侍卫支援。此次攻阵，我们各司其职，同心合力，定能将萧绝党羽一网打尽。萧绝诡计多端，你以自身为饵，定多加小心。放心，我也在皇宫外围布了暗哨，他若敢分兵，正好逐个击破。先断其根基，再取皇宫。燕灵川，识时务，速速投降，归顺于我，我可饶你不死。萧绝，
谋逆作乱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必须尽快打破僵局，否则禁军的粮草与兵力迟早会耗尽。想偷密诏，本王请君入外。守好皇宫，我去跟上他。嘿。届时你在叛军内部制造混乱，我们就能扭转战局。苏小姐，萧王爷用我的家人要挟我，我实在不敢。你放心，你的家人我已经派人解救出来，现在安全的待在太傅府。只要你协助我们平定宫变，我们定能护你家人周全。苏小姐，我答应你。各位兄弟，萧决谋逆作乱，残害忠良，如今已经被皇上的大军包围，大势已去。他承诺你们的高官厚禄都是假的，今日若能卸脚归顺朝廷，皇上定会从轻发落。萧决已经被燕世子擒获，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归顺朝廷才是唯一的出路。苏小姐，密室在王府的西北角，守卫森严，我们需要避开守卫，从密道进入。好，你在前引路，我来掩护你。一旦遇到守卫，就按我们约定的行事。我去引开守卫，你趁机打开密室门。记住，第一道门需要双玉合一。我已经把燕灵川的玉佩带来了。找到了遗诏。林公公，我终于找到遗诏了，你可以安息了。苏月容、燕灵川，你们果然上钩了。我早就知道你们会来，特意设下这个陷阱，就等你们自投罗网。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们吗？燕灵川很快就会带人赶来，你逃不掉的。燕灵川，他现在正被我的精锐部队牵制，自顾不暇，根本没时间来救你。今天你们不仅拿不到遗诏，还要死在这里。住手！把遗诏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们不死。想要遗诏，除非我死。萧雪，放开他！叶灵川，你怎会在此？叛军投降有用，你投降没用。住手！否则我杀了他，放了他。放了他可以，把禁军兵权交出来。好。你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？没事。你们以为擒获我就结束了吗？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留活口！玉荣，有你们求我的时候。
一颗棋子罢了，弃了就弃了。先皇遗诏：奉天承运朕病重，恐不久于人世。传位于太子当今圣上萧胤，着太傅燕青孝，镇国侯苏毅辅佐钦此。令萧决企图谋反弑君篡位，篡改遗诏，谋逆作乱，罪该万死。即日起将萧决打入天牢，清算其党马。吾皇英明。我不服，遗诏是假的，是你们伪造的，我没有谋逆，我是被冤枉的。陛下，臣有证据可证明萧决谋逆，这是萧决克扣军饷，勾结前朝谋士，篡改遗诏的证据，还有臣的证词，证明萧决胁迫臣，意图发动变。萧决，罪证确凿，你还敢狡辩？传朕旨意，将萧决凌迟处死，清算其党羽。遵旨。叶灵川这般风光，怎未见苏月容？怎么，他是不是已经被我下的毒折磨死了？你护不住他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灵川，冷静，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。萧决已是将死之人，杀了他无济于事，找到苏月容的解药才是要紧。警告：苏月容体内毒素加剧，若7日内无法找到解药，将危及性命。提示：萧决知晓解药线索，宿主需尽快追问，切勿错过最后机会。萧决，你给我闭嘴！苏月容的解药在哪里？快说！放肆！我现在就废了你，让你生不如死，比凌迟更痛苦。解药，想要解药可以，你帮我一个忙。今夜安陵川携我逃出天牢，我就告诉你解药的线索。说你敢骗我，我定让你挫骨扬灰。说解药线索是什么？别急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解药不在我手里，真正握着解药的人是你最意想不到的人，姓柳。你若真想苏月容，就按我说的做。丁，温馨提醒：柳承业绝非善类，他握着解药，必然另有图谋，小心别中了萧决的连环计。同时保护好苏月容，毒素可不等人。世子果然守信，竟然真的敢冒着抗旨杀头的风险来救我这个将死之人。看来苏月如在你心里，比你的权势、你的性命都重要的多。少废话，若敢耍花样，我现在就拧断你的脖子。丁，宿主请注意，萧决狡诈多疑，大概率在设局，切勿完全轻信。苏月容体内毒素持续蔓延，捆绑痛感加剧，宿主需尽快拿到线索，拖延越久，风险越高。你竟敢骗我！骗你又如何，燕灵川？我就是要看着你违背皇权，众叛亲离，最后眼睁看着心爱的人毒发身亡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柳承业的线索到底在哪里？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我死了，再也没有人知道柳承业的下落，苏月容就只能呀！我说，柳承业的老巢在江南苏州的姑苏别院，将他带回严家看管。叶灵川，丁，宿主撑住，叶灵川已经拿到柳承业的线索，正在筹备前往江南，很快就能找到解药。友情提示：叶灵川为了你不惜抗旨劫牢，甚至对萧决痛下狠手，心动值加30，羁绊值回升，继续保持，说不定能提前解锁，双相互成就哦。这笨蛋，不知。父亲，我已经拿到线索，柳承业的老巢在江南苏州姑苏别院，解药就在那里。我请求立刻带领一队精锐，连夜赶往江南。灵川，你可知你今日闯下了多大的祸？抗旨劫牢，私放逆贼，若被陛下知晓，轻则罢官夺职，重则株连九族。儿子知晓，但月容危在旦夕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，哪怕付出一切代价，我也要找到解药，救他性命。我并非阻拦你救苏小姐，只是柳承业此人我太过了解，他心思缜密，阴险狡诈，若是手中势力庞大，不仅救不出苏小姐，你也会身陷险境。可月容等不及了，多耽搁一刻，他就多一分危险。我自有安排。第一，明日一早，我调派江苏当地柳承业500的埋伏。第二，我早已同侯爷在民间寻访医术高妙的大夫，即便找不到柳承业手中的解药，他握着解药绝非偶然，必定另有图谋。你务必小心谨慎，不可冲动行事。月容，对不起，月容，对不起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月容，我已经查到解药的线索了，就在江南柳承业的姑苏别院。我明天一早就带队出发，一定把解药给你带回来，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江南路途遥远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贸然行事，不要为了我不顾自己的安危。月容，以前我总是嘴硬，总是不肯承认自己的心意。其实从我们一起经历那么多生死危机，我就知道我已经离不开你了。我喜欢的容不是一时兴起，是真心实意。等我回来，以前我记恨你处处跟我作对，记恨你穿越后对我的冷漠与怀疑，可我心里清楚，我早就原谅你了，早就对你动心了。这个药，你一定要按时给他服下。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
丁，检测到男女主情感值飙升，双向奔赴成就解锁，羁绊值拉满。友情提示：雁翎川万帆，柳玄江之行，反响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等你自投罗网，切勿孤军深入。还有苏月容还在等你娶她，别死在江南。呸呸呸！侯爷，此次江南之行，我定不辱使命，找到解药，解救月容。你一定要小心谨慎，月容，你不必过于忧心。我已让人全力寻找民间医术高超的大夫，月容在侯府，我会好生照看。祝你一路顺风。出发！大人，燕灵川已从京城出发，预计1日后到达江南。燕灵川想要救苏月容，就必须乖走进我设下的圈套。燕灵川，你母亲柳若瑶当年背叛柳家，归顺篡国贼，害死柳家满门，这笔账我忍了20多年，如今终于可以清算了。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苏月容毒发身亡。燕世子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，下官已备好接风宴，为世子洗尘接风，还请世子移步县衙稍作休整。不必了，本世子此番前来只为寻柳成业，还请县令即刻告知路线，切勿耽误政事。世子，姑苏院地处城郊西山深处，路途偏僻，且柳大人带路即可，其余不必多言。是。燕世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柳成业，少装模作样！苏月容的解药立刻拿出来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萧决！世子有话好好说，何必动刀动枪？萧王爷好歹是皇室宗亲，世子这般行事，传出去恐惹祸端。少废话，解药！柳大人，救我！快把解药给他，我不想死！好，好，好，世子别急，解药在此。不过你得先放了萧王爷，我总不能让你拿着人质还拿走解药吧？确认无误后，自然会放了他。拿下！杀出去！燕灵川，你以为凭这点人手就敢从我这里抢走解药？太天真了！柳成业，你敢阴我！兵不厌诈，世子还是好好想想如何从这里活着出去吧。没想到你也有今日这般狼狈模样。柳成业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本事就杀了我，别在这里废话！杀你，太便宜你了。看来你父亲燕青笑还瞒着你不少事啊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可知，你一直俯首称臣的大晋皇室，就是当年杀你娘柳若愚的罪魁祸首。什么？你胡说！我母亲是被冤枉的，并非皇室所杀。燕灵川，你身上流着的有一半是前朝皇室的血脉，你本就该和我们一起夺回属于你的江山，统治大晋朝。为什么要帮那些昏庸无能的大晋官员卖命？前朝血脉？难道柳若瑶是前朝公主？这么关键的信息为何燕青笑没有说？这柳成业难道是当年先皇遇刺的神秘人？你若肯归顺我，我就告诉你母亲被冤枉的全部真相，还会帮你报仇，让你坐上皇位。可你若是不肯归顺，我就将你母亲被冤枉的所有证据全部销毁，再把前朝余党的名单嫁祸给你，让这狗皇帝以为你暗中勾结余党，意图谋逆作乱。到时候你就会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之地，连苏月容也会因你受到牵连，不得好死。管他什么前朝旧朝，管我是什么身世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拿到解药，救月容的性命。只要能救月容，暂时归顺又如何？等我拿到解药，再找机会揭穿柳成义的阴谋。我的身世如何，我并不在乎。你说的没错，大晋皇家昏庸，我母亲的仇我确实该报。归顺你，谋反大晋也不是不可以。别人都说你是纨绔子弟，胸无大志，今日一见，倒是比传闻中有胆直，有谋略。你既对那侯府千金苏月玲如此用心，就该知晓如何抉择。我如何信你？你若事后反悔，不给我解药，我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？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我自然会兑现承诺。明日我会带你去见前朝余党，让你以皇室后裔的身份稳定人心。至于解药，等你立下第一件功劳，自然会给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你若敢骗我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会拉你一起陪葬。放心，我不会骗你，毕竟你现在可是我最看重的妻子。听闻侯府苏小姐身中剧毒，命不久矣，可是真的？好人不长命。胡说！什么命不久矣？老爷已经去寻那医术高超的大夫了，想必很快就能找到解药。要不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要我说，都是他欺负我苏金娘的报应。这苏小姐若是真的命不久矣，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以后就难喽。你是没看到苏金娘这几日的嘴脸，别提多快活。
好似巴不得苏小姐快死了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若是能出一份力救活苏小姐，也是救我们贫苦百姓自己。老张说的对，民间有的是高人，不代表民间没有可以医治的大夫。没错，我们十里八乡的都打听打听，谁家有郎中有大夫，接去看看，说不定可以救呢。老张，说不定我可以试试。老人家，您都90了吧？您这1亩3分地都得淋个10天半个月的。再说也没见您行过医给人看过病啊。您快别说笑了，苏小姐那是中了毒，非一般个伤寒咳嗽方子能解。还别说，这方圆10里还真没见过90多还能种地的。老人家身子矫健，不输我们几个壮汉。老人家，您要真能看，就随我去侯府吧。走吧。老人家，蓉儿如何了？此毒实在阴险，若再迟个3个时辰，哪怕神仙来也无济于事。我早些年见过这一类毒，知道如何解。放心吧，我写个方子，你们即刻就去抓了，给煎了，给小姐喝。记住，出再多的汗都不可擦拭身子，待明日再说。是。身为前朝苟活的蝼蚁，未曾想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年亲手研制的毒，如今竟又卷土重来，要变天了。太傅，爹爹，我刚从侯府听闻消息，凌川在江南被柳成业囚禁，性命堪危，而您要亲自前往江南营救。月容，凌川的确被困，眼下唯有我亲自前往江南，才能设法周旋，救出凌川。不可，燕太傅，您万万不能理解。凌川危在旦夕，他是富家毒嗣，也是你未来的夫婿，我与你太傅怎能坐视不管？柳成业阴狠狡诈，唯有太傅亲自前往，才能多几分胜算。柳成业筹谋多年，野心勃勃，绝非应只在江南有势力，京城之中必定有他勾结的内贼。您若离京之后，内贼趁机发动兵变，到时候京城大乱，大境危矣。您与爹爹留在京城，才是最稳妥的选择。一来，二位可以稳住朝堂局势，稳定民心；二来，可提前与皇上、太子暗中布局设防，彻查朝中内贼，断了柳成业的后路，让他在江南孤立无用。至于营救凌川之事，交给我就好。月容，我只知道你聪慧果断，但你一个女子带着精锐远赴江南，面对柳成业的层层布防和死士，太过危险，我实在放心。从前侯府内忧外患，是我一手整顿，化解重重危机。如今为了凌川，为了大境，我更不会退缩。我会亲自前往东宫，恳请太子殿下秘密与我同行。一来，太子有皇室身份镇场，此行定畅无阻；太子随行，也能名正言顺地调动江南当地的兵力，助我们一臂之力。您二位留在京城当后手，我们内外夹击，必能彻底粉碎柳成业的谋反阴谋，救出凌川。月容，既然你意已决，我便信你。柳成业阴险狡诈，你务必步步为营，保全自身。丁，女主高光时刻解锁，逻辑清晰，胆识过人，运筹帷幄。系统奖励：江南姑苏院详细布防图，成业此事分部密报各一份，已发送至脑海。太子殿下早有铲除叛党之心，可直接前往东宫商议，速去速回。燕凌川的处境变天为险，我定不负所托，待凌川柳成业的阴谋，护大境周全。太子殿下，臣女乃永宁侯之女苏月容，这是太傅跟侯爷的手谕，请过目。月容小姐，此事我早已知晓。柳成狼子野心，勾结内贼，觊觎皇权多年，我早有前往剿贼之意，只是担心打草惊蛇，让柳成业狗急跳墙。殿下英明，我已有计策。我们扮作寻常商人，带着富家暗卫、侯府精锐，连夜悄悄出发，必避开柳成业在京城的眼线。抵达江南后，与富家苏别会院的布防图，此行已备完全之策。你甚妙，我这就安排连夜与你一同出发。若有任何变动，我们随机应变。今夜子时出发，避开所有关卡，争取半日内抵达江南姑苏城。太子殿下，您带20名精锐，携带火油和易燃之物，前往别院东侧的柴房，制造火情，故意喧哗，吸引院内大部分守卫，趁机潜入西侧，解决暗室门混可守卫，复营救凌川，防止柳成社的人追出来。记住，救出凌川后，在别院门外埋伏，在山下渡口汇合。你们务必小心，相互支援。凌川，月容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毒，这里危险之极，你快离开，别管我！我不能丢下你，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受折磨。柳成业的布防我已经摸清，太子殿下也来了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撤离路线。你身子怎么样了？
多亏了侯府的一个民间神医。那就好，我们来复下盘。关于当年先皇遇刺的神秘人，临行江南前，太傅跟侯爷都同我说明了当年的真相。早年先皇见老夫对夫人柳若瑶有意，便假装不知其前朝公主身份，让我们二人成婚。夫人不久后诞下一子凌川，自称夫人兄长的柳承业得知此事，逼迫柳若瑶，利用凌川威胁柳若瑶反。此事传到先皇，恳求先皇赐死，一是表忠心护住凌川跟太傅府，二是断了柳承业继续胁迫的念头。如今他屡走凌川，不过是想故技重施，又要胁迫凌川谋反。萧玉心术不正，如今遭到反噬，受柳承业蛊惑，犯下此等大错。老夫深知你们二人曾调查过先皇当年遇刺一事，此事事关重大。如今你同燕凌川因铲除萧玉谋反党匪有功，也是时候让你们知道真相。当年先皇出行，萧玉安排柳承业随行，在中途暗杀先皇。你的娘亲萧婉熙作为医官随行，而我作为随班文官之一，半驾议政。柳承业就是密信中模糊姓名的神秘人，他伪装在护卫队伍里的小士卒，伺机行刺。先皇遇刺后不久，病情加重，临终前密诏老夫同你娘亲医官萧婉熙进宫，立下遗诏，立太子朝彦为帝。时局动荡，密诏不得立即炼释。萧觉得知先皇立遗诏后，带人闯入寝宫，逼林宫中交出遗诏。林公公不肯，被萧觉派人杀害。临终前交由小路子保管，让其去找老夫跟侯府。我们三人商议，最终决定放于最危险的地方，萧王府一处荒废密室，并且将玉石面药一分为二，由世子跟苏小姐各掌管一枚。待时机成熟，便一同取出密诏。未曾想，除了一个萧玉，只要柳承业还在，这大京就永不得安宁。当初老夫同你爹为了保全你们，做一场戏，让你们订婚又退婚，实则是故意为之，为了制造太夫妇跟侯府反目的假象，让萧玉掉以轻心。那侯夫人呢？萧大人还在做他萧的事。原来如此。丁，柳承业已察觉异动，识破火情计谋，正带着批死士赶来。宿主需尽快撤离，西侧路口已被死士封锁，建议从后门撤离，前往山下渡口与太子会合。你可知柳承业一直在利用你？你以为他是真心帮你谋反，助你夺取皇位吗？你不过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，一枚用来拉拢势力、扰乱朝局的棋子。等他谋反成功，坐稳江山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，也始终是他复系前朝的绊脚石。你胡说！柳承业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帮他拉拢势力、平定京城，他就会拥立我为帝，绝不会杀我。你别想挑拨离间！胡说！这是柳承业与他的心腹往来的密信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他根本没想让你当皇帝，他的目标是复辟前朝，你不过是他用来牵制太子、扰乱朝堂的工具。没想到，从头到尾，我只是柳承业的一颗弃子。事到如今，你唯有悔改，才有一线生机。我知道你囚禁了我的娘亲萧婉熙，只要你告知我母亲的囚禁之地，并且协助我们指认柳承业在江南的残余势力，我可以休怪我无情，贬为庶人，至少能保住一条性命。若是你执迷不悟，继续替柳承业隐瞒，今日便替大晋百姓清理你这个乱臣贼子。萧婉熙在萧王府后山的地牢里，将其严加看管。若是他敢耍花样，立刻斩杀。太子殿下，麻烦您带人留守驿站，看管萧玉。我带一队精锐和燕凌川前往萧王府后山营救我娘亲。女儿来救您了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月柔，任务告急，京城内贼印动，柳承业已潜逃回京，与朝中内贼会合，即将发动兵变。宿主需尽快赶回京城，联合燕青、孝苏毅，粉碎柳承业的兵变阴谋。倒计时3日，柳承业在江南的残余势力已察觉印动，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娘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这边。凌川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婉熙，委屈你了，这些年让你受苦了。我没事，多亏了月容和凌川，我才能平安回来。柳承业已与朝中内贼会合，控制了部分禁军，如今正在城外集结兵力，准备攻打皇宫。皇上和太子的安危岌岌可危，我们已经部署了兵力防守，但柳承业内外勾结势力众多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你随太子下前往皇宫，率领禁军守护皇上的安全，抵御柳家羁叛军。我带附加暗卫侯府精锐，还有萧玉指认业在京城的联络，揪出朝所有秘密贼，断了柳承业的后路。月容小姐放心，我会与凌川并肩作战，守护好皇宫，绝不会让柳承业得逞。爹，苏伯父，麻烦二位留在朝堂，安抚百官，稳定民心，同时调动剩余兵力，随时支援我们。月容，务必小心，柳承业的内贼遍布京城，据点必定戒备森严，若是遇到危险，立刻发信号，我会带人过来支援你。放心。传我命令，死守城门，格杀勿乱。柳承业谋反作乱，祸乱朝纲，残害百姓，
尔等速速投降，既往不咎。若再执迷不悟，继续助纣为灭，定当格杀勿乱，切勿被柳成礼蒙蔽，助纣为虐。里面的人都是你昔日的亲信，你去劝说他们反戈，配合我们拿下内贼的头。若是你能成功，我便再向太子殿下求情，从轻发落你；若是你失败，他们都是被我蒙蔽，才跟随柳成业谋反。只要我说明真相，他们一定会反戈。是我，萧决，快开门！各位，我们都被柳成业骗了，他根本没想让我当皇帝，他的目标是复辟前朝，我们不过是他手中的棋子。等他谋反成功，我们都会被他灭口。柳成业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，太子和燕灵川已经在皇宫外平定叛军，我们现在反戈，归顺太子还有一线生机。萧王爷休要胡说，柳大人一定会信守承诺。你是不是被他们收买了，来挑拨我们？冥顽不灵，柳成业已经潜逃，他的叛军已被平定，你们现在投降还能保住一条性命，若是再执迷不悟，可就是株连九族之罪。你们的命是死不足惜，可你们的父母及孩儿呢？说，柳成业还有哪些秘密据点？朝中还有哪些内贼与他勾结？如实交代，饶你一命。柳大人还有3个秘密据点，分别在城南、城西和城北。朝中还有3位官员在告捷，分别是吏部侍郎、兵部尚书和御史大夫。他们手中掌握着部分兵权，正在暗中集结兵力，准备支援柳大人。带人前往另外3个秘密据点，抓捕内贼，控制兵力，再派人前往吏部、兵部和御史台，抓捕勾结柳成业的官员，搜出他们与柳成业的联络信件，切勿让他们逃跑。内贼主力被擒，朝中党羽暴露，柳成业大势已去，宿主已断其所有后路，试图潜逃，宿主需尽快围堵柳成业，防止其逃脱。柳成业，你插翅难飞。拦住他！柳成业，你这个乱臣贼子，为了夺取皇位，竟然不惜引狼入室，牺牲大晋百姓的安危，割让大京的土地，我绝不会让你得逞！来人，取纸笔来！柳成业及其党友都已投降大晋，若不立刻撤兵，必遭大晋与邻国联手夹击，玉石俱焚。届时不仅无法获取任何利益，还会损失惨重。三思。把这封信送到敌国军营，亲手交给敌国将领。若是你敢耍花样，或是泄露半个字，我定让你五马分尸！小人不敢，小人一定把信送到。丁，苏月容机智过人，临危不乱，成功化解外患危机。提示：敌国已收到假信，正在犹豫是否撤兵，宿主需尽快赶到强交山谷，与燕灵川会合，拿下柳成业，永绝后患。一旦柳成业得知信使被劫，必定会另想办法求援，务必加快速度。燕灵川，你个逆子！我筹谋30年，卧薪尝胆，一心想要复辟前朝，为柳家满门300余口报仇。柳成业，你休要再痴心妄想！你为了一己私仇，勾结北敌，引狼入室，屠戮3城百姓，祸乱大晋朝纲，桩桩件件驱逐难书，罪该万死！投降！我柳成业一生为前朝复仇，岂能投降于你们这些篡国贼？燕灵川，你本是前朝后裔，却助纣为年，帮助大晋皇室，你对得起你母亲吗？对得起前朝的列祖列宗吗？我母亲的愿望是和平，而不是皇位跟战乱。你利用她的身份行谋反之事，才是真正对不起。柳成业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你的内贼已被全部抓获，你的叛军已被平定，你向敌国求援的信也被我截下改写，投降后送到了敌国手中。敌国很快就会撤兵，你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束手就擒，或许还能保住一条性命。若是再顽抗，定当格杀勿论。燕灵川，我要拉着你一起陪葬！想死啊？没那么容易。你犯下的滔天罪行，岂能一死了之？丁，柳成业被擒，残余党羽被全部清理，谋反阴谋彻底警碎。提示：敌国已收到假信，已下令撤兵，外患危机彻底解除。2位宿主圆满完成阶段性任务，距离最终任务完成只差最后一步。柳成业谋反作乱，勾结外敌，罪无可赦，凌迟处死，株连3族，
萧玉虽有谋反之举，但后期悔改，协助擒获内贼，从轻发落，贬为素人。吾皇英明，吾皇英明。敌国原本集结10万大军于边境，不知为何今日已全部撤退。甚好。短短不到1月，却好似过了1个世纪般漫长。看来你还挺不舍的。一想到回去就要扎进格子间，天天被 KPI 追着跑，当牛做马，倒不如吹吹古时的风，自在惬意。谁还记得我们最初那般拼命做任务，满心满眼都是想回去，可真等任务完成了，反倒没那么迫切了。话说，你当初进辉盛公司，真就只是为了卧底，拿到那份商业机密吗？也不全是。哦，那就是另有所图了。猜对了。追我的人多了去了，你要追就好好追，干嘛非要搅黄我的工作？我这个人很记仇的。方式确实不对，我后来也意识到了。况且当时那种情形，郝经理心思不正，只会收留在那里。后来听前同事提起过郝经理，说他背地里做了不少手脚，确实不是什么好人。那你还想回去吗？毕竟我们的亲人都还在那里。系统，我们穿越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战争，对吗？是，本系统受大境先皇已是忠臣的神魂执念感召，随机挑选合适人员，让你们穿越到此，阻止战争。大境先皇，系统，既然我们能穿越到大境阻止战争，是不是也能穿越到1937年，帮我们近现代的先烈们阻止那场惨然人寰的杀戮？也不是不可以，等我去搬救兵，